对一个小国来说，如果你对其他的国家没有增值的话，你对世界没有贡献的话，那你就是靠边站。那如果你在靠边站的话，那你就得去选边站。其实，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有没有一个威胁，不只是看它的能力，也要看它的动机。不是说有了武器就是一种威胁，也不是说没有武器就不是一种威胁。一个缺乏互信的大环境里面，就会可能加剧这种所谓误判和误解的一个后果。您不久后就要到中国参加这个香山论坛，然后这是您第一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去访问中国。但是当然您之前也在贸工部的时候，还有总理公署的时候，也多次到中国去进行了访问，对中国也是比较熟悉的。那您怎么看待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？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是多方面的，也可以追溯到好几十年前所打下的基础。如果你说从经济层面来看，其实在中国的发展的每一个阶段，我们都是与时俱进的和中国一起的互动。比如在比较困难的90年代，我们开始了苏州工业园，因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它的工业发展。到了2000年代，我们开始了天津生态城，那是因为中国也比较注重环保之类的挑战。然后最近我们展开了这个重庆的互联互通项目，也是朝着中国的发展需要而进行。我们在其他方面也跟中国有紧密的合作，比如我们每2年都会有领导力论坛，或者是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些论坛。那在国防方面，我还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了一个双方军事的合作，展开我们的双边的一个训练。这10几年来，我们也不断的去加强我们和中国的了解与合作，所以是一个多层面的一个关系。我想，地缘政治的担忧不可以放在一个所谓的阅兵典礼上。其实每一个国家，它要花多少在它的国防，它要怎样去打造它的国防事业，其实是每个国家的决定。那更重要的是，其实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有没有一个威胁，不只是看它的能力，也要看它的动机。不是说有了武器就是一种威胁，也不是说没有武器就不是一种威胁。所以其实对所谓的威胁论的话，需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它的实力，也要更了解一个国家的动机，两个放在一起才能更好的去理解一个国家要走的下一步。当然最近几年地缘政治的风险当然是相对的提高许多。在过去可能几十年里面，全球的经济环境是比较看好的，因为全球的生产力都集中起来，让我们有得到更便宜的货物、更多的选择。不过，在一个国际社会分化的过程中，将会削弱国际的生产力。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就好像在2战之前的1930年代的时候，如果许多国家觉得他们在经济层面上跟不上，或者是它的机会比较小，那可能就会演变到一种安全的一种危机。他会使用其他的方法来克服他国内的一些问题，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地缘政治的挑战。当然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也很大。不是说关税高或低，其实是一个不确定关税的问题，因为这会削弱国际社会的投资，然后会影响到国际社会的生产力，那就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实力，然后又会造成对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隐忧。在93阅兵之后，有一些舆论认为啦，就是中国正在组建一个反西方的一种阵营，然后也在密谋的反美。
所以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解读？其实我觉得这种解读可能不够全面的去了解中国。要了解一个国家，要了解他们的实力，也要了解他们的动机，那我们才会减少或减低我们的一个误判。不过，在一个缺乏互信的大环境里面，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，因为缺乏互信、缺乏互动，就会可能加剧这种所谓误判和误解的一个后果。我们常说选边站就是靠边站，那靠边站就得选边站。对一个小国来说，如果你对其他的国家没有增值的话，你对世界没有贡献的话，那你就是靠边站。那如果你在靠边站的话，那你就得去选边站。不过，如果你是一个成功、独立自主的国家，你能做出一些正面的贡献的话，其他的国家都想跟你一起配合的话，那你就减低了你得去选边站的一种状态。所以在面对这个越来越高的一个压力，我们还能够进一步做什么吗？第一，要了解大环境、大趋势，更好的去花功夫、花时间去了解这些大国与大国之间的一些关系与矛盾，他们的挑战。另外一方面，在这过程中更深的去问我们自己，在不同的领域方面，我们在哪一方面可以跟这些大小国家一起的去配合，找寻我们的共同利益，为我们能做出一些比较正面的工作。